听到林婉儿的猜测，叶晨思忖过后开口道：“我一直觉得，破青会早晚都会意识到是航运公司暴露了他们的每次行动，只不过我以为在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漏洞之前，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多利用漏洞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和情报。但没想到他们会在四大伯爵死了3个之后就进入蛰伏期了。他们现在处理航运公司，想来应该是这段时间复盘当时的一系列情形，意识到这里出了问题。”说罢，叶晨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可是这件事确实很奇怪，意识到有问题，可以继续按兵不动，甚至可以装作还蒙在鼓里，把它卖掉，就像你说的，似乎不是很有必要。”林婉儿道：“一时半会还猜不出他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，不过奴家觉得还是不能对这家航运公司放松警惕，要继续盯紧这家公司和旗下飞机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。”好，叶晨点头说道：“我们目前掌握的线索不多，这家航运公司算得上是最有价值的一个。万一他们蛰伏期还有些不可避免的人员以及物资调动，他们大概率也会想办法把这家公司洗一洗，改头换面，再接着用，继续关注着吧。”林婉儿稍有些担忧地说道：“奴家也怕他们会利用这家航运公司做诱饵，像公子刚才说的，如果他们复盘了所有事情，意识到航空公司是个漏洞，那他们未必就真的想把漏洞补上，也会有一定概率想要利用这个漏洞做诱饵，把公子从暗处引出来。”叶晨沉思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吴飞燕现在最想找到的人，可能已经不是你了，而是我。”林婉儿轻笑一声道：“奴家在他面前没有任何对抗的能力，300多年除了逃还是逃。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是父亲留给奴家的那枚戒指而已。奴家如果给了他，或者在过去300多年中把戒指留在某一个他能找到的地方，他肯定也不会再费尽心力地追杀奴家了。现在公子对他的威胁最大，他自然最想找到公子。”叶晨好奇地问：“你为了躲他跑遍了全世界，为什么不干脆就把戒指留给他，给自己换个安稳的余生？”林婉儿映在少女面容上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坚毅起来，掷地有声地说道：“因为奴家牢牢记得，他不只是追杀我的那个人，更是奴家的杀父仇人。奴家自知能力低微，不可能跟手刃他为父亲报仇，但奴家知道戒指里的秘密，或许关乎吴飞燕能不能再活500年。就算奴家杀不了他，也绝技不能让他再活500年。所以，奴家就算死，也不能让他得到那枚戒指。”叶晨点点头，认真道：“林小姐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吴飞燕，为你的父亲和我的父母报仇。”林婉儿认真道：“公子切记，在报仇面前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吴飞燕已经活了400年，以公子未来的人生跨度来看，他的人生已经进入尾声了。杀或不杀他都不重要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他就会开始衰老，开始虚弱，最终在大限将至的那一刻孤独不甘地死去。如果奴家不出什么意外，奴家到那一刻也已经老态龙钟。不过不要紧，奴家只要能活得比他久，那这场300多年的逃亡与追逐就是奴家赢了。”说罢，林婉儿双眼满是光彩地看着叶晨，关切地说道：“所以公子，今日破青会意识到了航运公司的漏洞，那公子接下来对破青会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。如果这家航运公司后面暴露出什么线索，公子切莫一个人行动，千万与奴家商量之后再做定夺。”叶晨笑道：“放心，再过几天北欧的 AI 模型就要交付使用了，到时候会用它来分析所有与破青会有关的信息，这家航运公司也不例外。如果他们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操作，相信也躲不过 AI 的算力。如果真有什么阴谋诡计，也可以趁机会来一个将计就计。”林婉儿忙问：“公子 ，AI 模型马上交付，公子打算去一趟北欧吗？”叶晨点点头，确实有这个想法，毕竟这个 AI 模型还是很重要的，不光是对破青会，长鹰汽车接下来也会需要它，所以我想亲自过去看看。林婉儿一脸期待地问：“那奴家能随公子一同前往吗？”叶晨惊讶地问：“你想去北欧？”
想，林婉儿重重点头，道：奴家也想见识见识这种最前沿的现代科技。另外，奴家在北欧生活了挺长时间，其实还挺喜欢那个地方的，若是能回去看看，倒也不错。说着，林婉儿有些郁闷地悠悠道：奴家在紫金山庄住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确实有些憋闷了。以往奴家东躲西藏，也从没藏到过这种地方，除了几间屋子，就只有一个院子，还不如在北欧的时候，起码奴家还有个农场。叶晨大概能理解林婉儿的这种憋闷，他游历世界几百年，虽然多数时候很狼狈，但见的却是天空海阔。让他在这么一处山顶的别院生活，对他来说确实是一种折磨。这次去北欧，叶晨原本是打算自己先去，等整套模型交付给海伦娜之后，再让二舅带着安家相关的技术团队以及李亚林李探长过去正式接收。到时 AI 模型虽然部署在北欧，但是接收之后，实操团队即便在华夏也可以轻松调用。既然林婉儿也想出去散散心，不妨就先带着她一起过去。虽说林婉儿身份敏感，但毕竟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，而且去北欧不像去其他国家，海伦娜是北欧女皇，虽说皇室的权力已经弱化了很多，但是凭借特殊的外交便利，去北欧见她，甚至可以不在北欧海关办理入境手续。这样一来，林婉儿去北欧也就更加安全。就在叶晨几乎决定的时候，林婉儿见他没说话，心里有些担心，紧张地问：公子，你是在担心奴家的安全吗？还是怕奴家跟着去了会给公子添乱？叶晨微笑道：不怕你添乱，不过安全方面肯定是担心的，不过想来应该好解决。这样吧，我来安排，出发前一天告诉你。林婉儿见叶晨答应带自己去北欧，顿时开心无比地说道：太好了，谢谢公子，奴家就在这里翘首期盼公子的通知了。